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小光圈的运用。光圈的大小决定着通过镜头进入感光元件的光线的多少。我们在表达光圈大小的时候是用 f 值，其中 f 等于镜头的焦距和镜头的有效口径的直径。光圈的大小直接影响着相机的进光量。其实大家记住一个定律就行，光圈越大，进光量就越多，照片就会越亮；光圈越小，进光量越少，照片就越暗。同时，光圈也影响着画面的景深。大家同样要记住一个定律，那就是光圈越大，景深越浅，画面的背景呢就越模糊。反而光圈越小，景深越深，画面的背景就越清晰。在风光题材的摄影中，小光圈是被广泛应用的，因为风光摄影往往要求照片前后都要清楚。与大光圈相比，小光圈更适合大景别的风景照。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小光圈拥有更深的景深。有些时候，我们在拍风景的同时加上人物，使用小光圈可以使前景中的人物与背景中的建筑物都足够的清晰，来衬托出人物与背景之间的关系。使用小光圈进行拍摄，夜景中的灯光可以产生出好看的光芒效果，并且光圈越小，光芒的效果就越明显。灯光会成为夜景照片中的点睛之笔。小光圈可以把任何的点光源拍出夸张的放射效果，当然这时候是需要脚架来稳定的。放慢快门速度同样可以捕捉时间，比如像画面中的流水，或者是车的轨迹、星的轨迹等等。但如果是慢快门下曝光会很严重，这时用小光圈的作用就体现了，在保证捕捉时间的同时，曝光不会过度。这就是用慢快门加小光圈的组合。使用小光圈得到长时间的曝光，使水呈现出雾状，将水的柔美与竖立的木桩以及远方的桥梁形成对比，同时也获得了较大的景深。小光圈、慢快门再加上追焦的技巧，还能拍出这样背景模糊而主体清晰的照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大多数镜头来说，当光圈缩小到 f16 以后，容易产生较明显的画质下降，因此我们在拍摄时应该尽量的少用。我们在拍微距的时候，镜头会拉得很近，比如在对焦的位置很清晰，而周围的部分却虚了。这是因为主体与周边的距离小于最近的对焦距离了。通过缩小光圈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花的周围边际也呈现出清晰的效果来。在杂乱的背景中，如果你想避免背景的杂乱，我们可以让背景出现大光斑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光圈越大越好。如果我们想要拍摄一个大场景的风光照，我们的光圈值使用 f8 至 f11 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效果都是最佳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镜头的清洁度，小光圈可以检验镜头的清洁度，查看镜头是不是脏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小光圈对着白墙或者其他的一些纯色背景拍摄一张照片，可以让镜头上或者镜头内部的污物更加明显。如果有黑点、尘埃之类的瑕疵，我们就要清洁镜头，使照片更干净通透。我们所说的大光圈与小光圈其实并不存在着什么优缺点，只是有各自的特点而已。大光圈可以带来浅景深，小光圈可以带来大景深，就是这样的区别。
至于什么情况是用什么样的光圈，那可就不一定了。摄影是没有死规矩的，同样的题材，用法不同的参数，拍出独具特色的照片才是最出彩的。好，我是老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